接下来您将要面对的是操控你一生的10大诡异心理陷阱。第10名 ，Anchoring Effect， 锚定效应。你逛街看到一件衣服，标价1999元，打1折后199元，你觉得赚翻了，其实它只值50元。那个1999元就是锚，把你的心理价位死死盯在高处，商家先给一个高价再打折，你就会觉得占了便宜。买车、买房、谈工资，谁先出价，谁就掌握了锚。你以为你在理性判断，其实你只是在被第一个数字牵着鼻子走。更恐怖的是，这个陷阱对任何人都有效，包括你。第9名 ，Dunning-Kruger Effect， 达克效应。能力越差的人越容易高估自己。一个刚学会弹3个和弦的人，觉得自己是天纵奇才；一个真正的钢琴大师，却说自己还有很多要学。达克效应告诉我们，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越是半桶水，晃得越响。最讽刺的是，当你意识到自己可能处于达克效应中时，你已经跳出来了。而那些真正蠢的人，永远不会看到这篇文章。第8名 ，Confirmation Bias， 确认偏误。你相信某个观点，你就会主动寻找支持它的证据，自动忽略反对它的信息。你相信星座，就会觉得处女座确实有洁癖。你不信星座，就会觉得这些描述放在谁身上都准。这不是理性，这是大脑在帮你维护自尊。确认偏误会让人越来越固执，因为你在用搜索框给自己造信息茧房。你以为你在独立思考，其实你只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。第7名 ，Sunk Cost Fallacy， 沉没成本。你已经等了半小时公交车，舍不得走，因为都等了半小时了。你花了50块看电影，看了20分钟，觉得是烂片，但还是做到结束，因为票都买了。沉没成本陷阱让你把已经失去的东西当作继续投入的理由。赌徒输的越多，越想翻本；投资人被套牢后加仓，感情里被伤害还离不开，都是这个陷阱在操控你。最理性的选择是及时止损，但你做不到，因为承认之前的投入白费，等于承认自己蠢。第6名 ，Barnum Effect， 巴纳姆效应。你有时外向，有时内向，取决于场合。这句话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成立，但你读到的时候会觉得这就是我。巴纳姆效应是指人们容易相信模糊普遍的性格描述，是专门为自己量身定做的。星座、算命、心理测试、塔罗牌都在利用这个效应。他们不说具体的容易打脸的话，只说那种你内心深处其实很温柔式的万能废话。不是他们准，是你在帮他们圆。第5名 Hindsight Bias， 后见之明。比赛输了，你说我早就知道会输；股票跌了，你说我早就看出来了。后见之明让你把已经发生的结果当成自己早就预见的必然，这让你觉得自己很聪明，其实你只是马后炮。更危险的是，它会让你低估风险和不确定性，因为你总觉得下次我还能提前看出来，但真相是你什么都没看出来，你只是会说早知道。第4名 Spotlight Effect， 聚光灯效应。你穿了一件奇怪的衣服出门，觉得所有人都在看你，其实大部分人根本没注意到。聚光灯效应让你高估别人对你的关注度。你出丑的时候，觉得全世界都在嘲笑你，实际上人家转头就忘了，你以为自己是舞台中央的明星，其实你只是背景板。这个陷阱让你过度焦虑，不敢尝试，活得小心翼翼。醒醒吧，没人那么在意你。你脱发的痛苦，只有你自己和镜子知道。第3名 Just World Hypothesis， 公正世界假设。你看到流浪汉心里会不会闪过一丝他肯定自己不上进？你看到受害者新闻会不会下意识找他穿得太暴露的理由？公正世界假设让你相信世界是公平的，好人好报，恶人恶报。所以你看到不幸的人时，会潜意识地贬低他，以此维护自己的安全感。只要我不像他那样，我就不会倒霉。这个陷阱让你变得冷漠、刻薄，甚至指责受害者。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，但你不敢承认，因为承认了就代表厄运可能随时降临到你头上。第2名 Cognitive Dissonance， 认知失调。你花大价钱买了件东西，发现不好用，你会告诉自己其实也挺好的。你在一段烂感情里付出很多，对方不珍惜，你会说服自己他其实对我不错。认知失调让你对现实进行扭曲解读，来减少内心的不适感。你不是在理性分析，你是在给自己编故事。更可怕的是，你编的故事你会当真，然后你继续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，还觉得自己很明智。你不是在吃苦，你是在吃自己做的糖衣毒药。第1名 The Illusion of Control， 控制错觉。你掷骰子之前先搓一搓，觉得这样能掷出想要的点数。你在股市里反复操作，觉得自己的研究能战胜市场。
控制错觉，让你高估自己对外部事件的影响力。实际上，大部分事情都是随机的，但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你宁愿相信自己能控制不可控的东西，也不愿承认自己是命运的棋子。最讽刺的是，这个陷阱在越没能力的人身上越明显。真正的强者知道什么是自己能控制的，什么不能，而你还在搓骰子。